豪门千金在孤儿院收养男主时，突然听见一道嫌弃的奶音：美女的眼光也太差了吧！你跟齐明哲结婚多年没有孩子，那是因为他偷偷给你下了避孕药啊。背地里早跟初恋生了孩子，而且送到了孤儿院，就是为了让你名正言顺将他的私生子齐雨琛带回家养着。而齐雨琛一直知道自己是齐明哲的亲儿子，他以为是你拆散了他的父母，所以心里对你的恨意与日俱增。一旦他羽翼丰满，第一个害死的就是你，还会将你的财产和所有东西都占为己有。不仅如此，他还会报复你身边所有跟你亲近的人。红豆摇头叹息，有些怜悯地看着乔云暖。而此刻乔云暖的脸上却露出些许惊恐，声音从哪来的？这里只有他和齐明哲，还有眼前的雨琛，并没有人说话啊。忽然他的眸光注意到角落，那里躺着一个软乎乎的小女孩，眼神略带怜悯地看着他。难道是他？看齐明哲和雨琛的反应并无异常，这么说来，他们并没有听见吗？只有我自己听见了。乔云暖心里这样想着，但并没有贸然相信红豆的心声，而是试探开口。说起来，雨琛和你长得还挺像的呢，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的亲儿子。明哲，你该不会是瞒着我在外头有私生子了吧？果不其然，这话一出，他成功看到了齐明哲的双眸闪过一抹慌张。不过齐明哲心思深沉，很快就将神色掩盖住了，露出了一如既往的温柔笑意来。云暖，你说这话简直就是冤枉我了，我对你的心你还不清楚吗？我心里只有你一个。齐明哲温柔款款地看着乔云暖，又缓声道：我只是看着这个孩子，刚才主动帮你擦鞋子的样子有点像我，想着要是养了这么一个懂得孝顺你的儿子，以后等我走了你也有人照顾，我才起了这个心思的。听齐明哲这番鬼话穿越而来，熟知剧情的红豆内心十分鄙夷，真是臭不要脸，还说心里只有美女总裁一个，那齐雨琛是怎么生出来的？说着对初恋念念不忘，却又不影响他一个个坏秘书。昨天晚上他就是在小秘书的床上厮混的，还说什么开会？闻言乔云暖的脸色当即僵住了。齐明哲昨晚的确回来的很晚，而且身上还有别的香水味，他说是跟秘书开会的时候染上的，没想居然是厮混。乔云暖气得整个人都脸色铁青。我不想收养男孩子，我想要养个女孩子。我看这个女孩子就不错，长得白白嫩嫩，圆圆滚滚的，一看就有福气，我想要收养她。乔云暖现在十分确信自己听到的就是红豆的心声，为了确认才故意指向他说道。果不其然，红豆也懵了一下，心里当即发出了疑惑，这是怎么回事？美女总裁怎么会想要收养我呢？她不收养齐雨琛了吗？闻言乔云暖心里大喜，不过他面上仍然不动声色，不敢在红豆面前表现出来，万一吓着了，说不定他以后就不敢再说后面发生的事情了。乔云暖微微一笑，走向红豆，目光温柔地看着他。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想做你妈咪，你愿意吗？我叫红豆。红豆被乔云暖的笑容惊艳了一下，这才磕磕碰碰地说道。然而乔云暖此时脑海之中想起的却是：哇哇哇哇，大美女总裁要当我的妈咪了，我也太有福气了吧，这么好看这么温柔的美女妈咪啊，妈咪你就放心吧，红豆可是锦鲤转世，包给你带来福气转运的，我一定好好守护你，不要让两父子把你害得英年早逝，下场凄惨的。他对我笑了，他笑的也太好看了，看起来就很贵的样子。天啊，有一个这么漂亮的霸总妈咪，我想想都激动。红豆的心声让乔云暖忍俊不禁，这孩子外表看起来这么成熟稳重，还有些木讷的样子，想不到内心这么狂野啊。不过他更喜欢了呢，锦鲤转世，那这小姑娘绝对是他的福星。齐明哲狼子野心，居然敢算计他，他绝不会让齐明哲如愿的。红豆这个名字很好听啊，以后你就叫乔红豆吧。我是你的妈咪，我叫乔云暖，你喜欢这个名字吗？乔云暖笑着将红豆抱了起来，红豆重重地点了点头，奶声奶气道：喜欢名字，喜欢妈咪。死嘴，快说啊，快说喜欢啊，说个喜欢都说的不利索，要你这死嘴有何用啊？妈咪好温柔，妈咪的身上好香好暖好温馨，好有安全感。乔云暖好歹也是见过大场面的，对于红豆痴痴的心声，面色依旧表现得平静。小陈，你去给红豆办一下手续，我要收养她。乔云暖抱着红豆之后就不肯撒手了，当即让助理去办收养手续。旁边的齐明哲和齐雨琛两父子当即傻眼了，乔云暖居然这么草率的就决定收养红豆，尤其是齐雨琛，他到底年纪小，沉不住气，忍不住狐疑的看向了齐明哲，急得都差点忍不住要开口了。齐明哲怕露出马脚，当即用眼神警告了齐雨琛：云暖，咱们还是收养雨琛吧。齐明哲根本不想收养孩子，只是想要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带回乔家而已。为什么？我很喜欢红豆。乔云暖心里冷笑，不过还是装出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看向了齐明哲。齐明哲急中生智，装出了一副为难的神色。我们结婚几年，你肚子都没有动静，我爸妈本来就不高兴了，要是我们领养一个男孩子回家，起码可以传宗接代，我爸妈那边的意见就少一点了，要是领养个小丫头片子回去有什么用啊？
然而这话一出，乔云暖却直接冷笑了一声道：“他们高兴不高兴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要是嫌弃我不能生，你可以离婚啊，你可以去找别人生啊。再说了，红豆跟我姓乔，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我就是喜欢红豆，我必须收养他。你要是不高兴，那就跟律师谈离婚吧。”乔云暖说罢，淡淡的睨了他一眼，又瞥了齐雨琛一眼，抱着红豆径直离开了。如果他没有看错的话，刚才齐雨琛的眼底全是森冷的怨恨。这个孩子真可怕，幸好他没有收养。哇，美女妈咪真霸气啊，好酷，好帅啊，好有霸总范。爱了爱了，妈咪做得好，对待渣男就是要有零容忍的态度。对了，妈咪还不知道这个渣男现在已经开始投公司的钱到他那个小公司了，而且在外面养了不少的女人，那都是拿妈咪的钱养的。我得找个机会好好告诉妈咪才是。红豆心里暗暗琢磨，此刻乔云暖抱着红豆的手不由一紧，养女人偷钱私生子，好啊，齐明哲，外面装的那么温柔体贴，结果是下了这么大一盘棋啊，看他怎么收拾这个白眼狼。幸亏他遇到了红豆，乔云暖觉得红豆绝对是他的福星，是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所以才让红豆来拯救自己的。所以他将红豆带回家之后，当即让佣人们置办了一整套最贵的最好的公主套装，生活用品全都是高定的，总之没有最贵的，只有更贵的。天啊，我妈咪真是太好了，毫无人性了，难道这就是投胎投对的感觉吗？怎么有点云里雾里的？霸总女妈咪，谁能拒绝啊？反正我是拒绝不了的。听着红豆的心声，乔云暖心情顿好，打算今天亲手下厨给她做一顿饭吃。然而就在乔云暖准备好饭菜的时候，却听得红豆发出了哇的一声哭声。乔云暖当即跑出去，却见红豆死死扒在了楼梯栏杆上，眼瞅着就快要跌倒了。同时楼梯上一个孩子忽然滚落下来，红豆大哭：“妈咪救我，我害怕！”乔云暖当即跑过去，将红豆抱了下来，问道：“怎么回事？”红豆指着摔得头破血流的齐雨琛，抽抽噎噎的开口：“他要推我下楼梯，我抱着柱子，他就滚下去了。”齐明哲也赶了过来，看到齐雨琛受伤，当即怒火中烧：“乔云暖，他是个孩子，你怎么能对孩子出手？”乔云暖冷声开口：“我还没有问你呢，怎么将这种阿猫阿狗带回我家？”齐明哲面色愠怒道：“雨琛不是阿猫阿狗，我收养了他，他现在是我儿子，你收养了他，那你将他带到姓齐的地方去，不要来我的地方，我不承认他。”乔云暖怒火中烧，声音也蓦然拔高了几分。齐明哲自作主张将齐雨琛带回家，就是要逼着乔云暖承认他的。不过眼下齐雨琛受了伤，不是谈话的时机，所以他只能先抱起齐雨琛，神色匆忙地赶往医院。临走的时候，他还冷冷地扫了一眼红豆，红豆吓得一个哆嗦，完了完了，这个老登该不会对我杀人灭口吧？明明是他儿子先动的手，说我抢了他的身份，我的一切都应该是他的，这儿有监控的吧？乔云暖将红豆抱到怀中，安慰道：“红豆别怕，有妈咪在，谁都不能伤害你。妈咪这就让你几个舅舅回家给你撑腰。”乔云暖说罢，当即拿出手机，给自己几个弟弟发了信息，说自己领养了一个女儿，让他们回来。乔家有4姐弟，乔云暖是老大，几个弟弟都不想继承家业，而且在各自的领域都有所成就，所以乔云暖只能逼着继承家业。几个弟弟对乔云暖都很是尊敬，除了乔老二乔云生在外面考古，实在是回不来之外，老三乔云起、老四乔云阳都赶回来了。云起、云阳，这就是我的女儿乔红豆了。红豆，这是你3舅舅，这是4舅舅，赶紧叫舅舅。乔云暖当即将红豆抱了过来，满脸温柔地介绍道。红豆这个时候已经洗了澡了，满身都是香香软软的，而且穿上了乔云暖买的新裙子，一整个就是圆润可爱，看着就是个福气满满的长相。乔云起和乔云阳都十分喜欢红豆。红豆，这是3舅舅的见面礼，你带好了。乔云起在路上就准备了礼物过来的，是一把长命锁，纯金的，工艺精致，看着就价值不菲。红豆，4舅舅也给你准备了礼物哦，这个你也带好了。乔云阳准备的也是戴脖子的东西，一枚羊脂白玉的玉佩，带3舅舅的。3舅舅这个戴着还会叮铃当啷的响呢，可好玩了。不行，带4舅舅的。4舅舅这个轻便，3舅舅这个太重了，带我的，必须带我的。我是3哥，你排行老4，要轮也轮不到你啊。先带我的。两人当即就吵得不可开交来。红豆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幼稚的大人，有些无奈也有些无语。最后还是乔云暖过来阻挡了这场闹剧。老三，你不是说过来有事情要宣布吗？什么事情啊？差点忘了，我出去一下。乔老三当即嗖的一下就神出鬼没的跑出去了，留下乔云暖和乔老四面面相觑的。不等两人反应过来，乔老三又回来了，但这次身边还跟着一位红色大卷发的年轻姑娘。姐姐，老四，正式向你们介绍我的女朋友李安安。安安，这是我大姐，这是我弟弟，我还有一个二哥，不过还没有回来，下次介绍你认识。女朋友什么时候交的？怎么认识的？家在哪里的？父母做什么的？他做什么工作的？
乔云暖也想不到他居然交了女朋友，都说是长姐如母，这操心的一下子就发出了灵魂7连问来。这话把李安安问到有些不知所措。乔云起当即撒娇道：“姐，你这是查户口呢？比我这个当警察的都能问。先吃饭吧，不是说你亲自下厨做了饭吗？我都饿了。”乔云暖会心一笑，便让保姆将饭端了上来，开始吃饭。桌上，乔云暖和2个舅舅都不断地往红豆的碗里夹菜，让他多吃些。红豆来到这个世界这么久，一直在孤儿院待着，这还是头一次吃到了像样的饭菜，所以他吃得津津有味，特别香。这个时候，李安安忽然开口：“我也想吃那个，云起给我加一个啊。”他从进门以来对红豆就没有好面色，因为路上乔云起跟他说过了，红豆是领养的，又不是他姐姐亲生的，所以李安安并不将红豆放在眼里。就一个了，你吃别的，红豆喜欢吃这个。乔云起有些抱歉地看着，往他碗里头加了另一种。李安安的脸色当即就垮了下来，冷冷地扫了红豆一眼，顶着他这个愤恨的目光，红豆突然一个机灵，在心里头当即呐喊了起来：“卧槽，我光顾着吃了，差点将正事给忘记了。”在原书中，3舅舅乔云起可是因公殉职了的，牺牲了，而且死得特别惨。这话一出，桌上突然啪嗒一下，乔云暖、乔云起、乔云阳3人的筷子都不约而同地掉在了桌子上。乔云暖最先反应过来，当即捡起筷子，用手机发出信息，发的是他们姐弟4个的群：“你们也能听到红豆的心声吗？不要声张，以免吓得他不敢吐露了。”乔云起和乔云阳都惊魂未定，看了信息之后才知道乔云暖应该是早就发现了，这才松了一口气，回了一个收到。说起来，3舅舅的死跟这个李安安脱不了关系。这个李安安其实是个爱慕虚荣的捞女，她平日好吃懒做，就喜欢钓凯子。3舅舅扫黄的时候差点抓到她，她才伪装成自己是个勤工俭学的大学生，还编造出可怜的身世骗了3舅舅。最后3舅舅就是因为他无意中跟毒贩勾结上了，被哄得吸毒染上毒瘾，他为了拿到毒品出卖了3舅舅，害得行动失败，3舅舅惨死啊。这个李安安就是个祸害，我得提醒妈咪啊，要是3舅舅还活着，齐明哲最后也不敢这么肆无忌惮地害死妈咪啊。红豆扼腕叹息，忽然觉得眼前的饭菜都不香了。同样觉得味如嚼蜡的还有乔老四，不是，他就吃顿饭就知道自己3哥要牺牲，大姐要被姐夫害死，他只想吃个饭而已，他做错了什么？乔老三这会儿也被震得差点开裂，说他是因公惨死的他还能接受，但说他被女人出卖惨死的就有点让人难以接受了。他像是那么没脑的人。还有李安安是捞女，爱慕虚荣，将来还会染上毒瘾。乔云起不动声色地瞟向李安安，波浪卷的头发披散在肩膀头上，尽显温婉大气，这完全就是又有颜值又温柔的完美女友啊。红豆会不会是弄错了？红豆这会儿咬着块头还在愁眉苦脸的，只是要怎么做才能让3舅舅看清楚这个李安安的真面目啊？此时家里的小猫咪突然跑进了餐厅，白生生肥嘟嘟的小模样，可爱甜萌的，喵呜的一声，更是叫唤的人心花怒放的。但红豆却注意到李安安一边吃着菜一边翻了个白眼，李安安是不喜欢小动物吗？那我是不是可以拿小猫咪试探出它的真实人品来啊？红豆想着，还煞有其事的点了点头，双眼重新亮晶晶的吃起了饭。李安安看他吃个饭都摇头晃脑的，心里头越发鄙夷了。乔家这也太没规矩了吧，不仅让宠物猫进来吃饭，还纵容着这小丫头吃得摇头晃脑的，瞧着就有点烦。此时红豆已经放下筷子，噔噔噔的跑了出去。妈咪，我吃饱了，我出去玩了。好，小心点儿。乔云暖微笑着说一声，装作若无其事的继续吃饭。乔云起和乔云阳也绷着身子，心不在焉的陪着继续吃饭，但那眼神却忍不住追随着红豆而去。只见红豆抱起了小猫咪，在他背上轻轻柔柔的抓闹一阵，朝饭桌这边跑来，脚步一个踉跄，他连人带猫的朝前扑去，正好扑到了李安安的身上，猫爪子在他裙子上留下了一个爪印。该死的，这可是我新买的裙子，价值2万呢，一只破猫就给我毁了，我要杀了他。李安安内心狂笑，下意识的就想要站起来，可红豆还趴在他的腿上，他只能无能狂躁。乔云起赶忙拉起了红豆，满脸担忧的问他道：红豆你怎么样？没事儿吧？没事儿的3舅舅，他可是控制好距离才扑的。但转头他还是冲着李安安乖巧的道歉，对不起啊，阿姨，让小猫弄脏你的裙子了。李安安站了起来，忍住内心想骂娘的冲动，满脸温柔的笑着冲他道：没关系的，红豆。不过红豆，这里到底是饭厅，不是抱着猫玩的地方，你要是想玩的话，不如3舅母带你出去玩啊。李安安说完，还故作亲昵的在红豆脑袋上轻揉了揉，红豆自然答应下来，抱着猫就往外走。李安安随之跟上，两人转着转着便走到了后花园。乔家的后花园很大，里面还建立了一个宽大的游泳池。李安安瞧着远处那个大大的游泳池，心里头的恶意再也遏制不住的，朝着红豆就张开了双手。红豆抱那猫这么久，累了吧？来，让3舅母帮你抱一会儿。要来了，要来了！李安安终于要忍不住了吗？红豆从善如流地把小猫放到了李安安的臂弯中，冲他甜甜一笑，正好我也想要回去拿猫粮。
说罢，他转身朝着放猫粮的仓库奔去。李安安看他走远，原本还微笑着的脸陡然一沉，随即拔腿就朝游泳池跑去。他蹲下身去把小猫咪整个按进了水里，一张脸也刹那间狰狞万分，嘴里还喊着去死去死，你这只破猫竟然敢把我的裙子弄脏，我要淹死你，淹死你。红豆拿着猫粮过来的时候看到的便是这一幕，他吓得当即惊叫一声，阿姨你在干什么？他想过李安安会对小猫下手，但他以为李安安至多就是扔掉他不管他了，他没想到李安安竟然想把小猫溺死啊，这么可爱的小猫，他怎么狠心下手的啊？李安安没想到红豆竟然这么快就回来了，慌里慌张的丢了小猫就想要站起来解释，可他太慌张了，看到红豆朝这边跑过来，下意识的就想躲，脚下陡的一滑，李安安直接跌落进了游泳池中。救命啊，我不会游泳啊！李安安惊慌大叫，红豆已经跑到游泳池边，赶忙捞起了还在水里扑腾着的小猫。小白猫浑身湿淋淋的，被红豆捞上岸来后还瑟瑟发抖的，那双琥珀色的猫眼里也尽是恐惧。此时乔云起听到这边的呼救声也跑了过来。游泳池的水不深，但他还是伸手拉了李安安上来。李安安的裙子紧紧贴合在身上，黏黏腻腻的，让他感觉不舒服极了。他心里头那股火气也越来越旺，该死的红豆竟然出其不意的大叫，这才害得他跌落进游泳池里，丢尽了脸。他当即就扑在了乔云起的怀中，嘤嘤的哭了起来。云起，你可要为我做主啊！红豆要去拿猫粮，让我帮他抱会儿猫，可那猫在我怀里不安分，跳进了游泳池里。我想救它，谁想到红豆却误会了，他伸手指了红豆，怒不可遏开口：他推我下水，他竟然为了一只猫推我下水！红豆眼睛都瞪大了，心中疯狂吐槽：我去，这女人脑子转得也太快了吧！明明是他想要淹死小猫，却反要说成他是救猫，还冤枉我推他下去，这倒打一耙玩的溜溜的。三舅舅不会真相信他说的鬼话吧？念此，红豆瞪着眼睛看向了乔云起，听到红豆心声的乔云起，这是真把红豆惹恼了啊，都害怕他会偏袒了。乔云起推开了李安安，满脸黑沉的冲着他道：红豆那么小的人，怎么可能会推得动你？安安，你说实话，他还是想再给李安安一个认错的机会的。谁料李安安的情绪却越发激动起来，他瞪大了一双眼睛，冲着乔云起怒吼道：我说的就是实话，就是他为了一只猫推我下水的。乔云起彻底失望了，他冷声冲着李安安道：大姐家的院子里都有监控的，事情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看看监控就都一清二楚了，谁家后花园还安监控啊？李安安脸色骤然一变，看到乔老四已经拿了笔记本过来，李安安脸色更是刹那间雪白一片。乔云起看他这样，心里更是失望至极的，他双手揣都冲着李安安冷声道：安安，我没想到你不仅仅虐待小动物，你还冤枉红豆，我接受不了你是这样的人，我们分手吧。李安安气得咬牙切齿的冲着乔云起就怒斥：分手就分手，乔云起，你以为我真稀罕你啊？等着吧，你肯定会后悔的。李安安转头就跑走了。乔云起这才抱了小猫咪和红豆一起回去客厅。客厅里已经有保姆拿着浴巾和吹风机在等候。乔云起亲自给小猫咪擦干了身上的水，又用吹风机给它吹了吹，把它弄得舒舒服服的，这才把那只猫安置在了温暖的猫窝中。红豆看他全程闷闷不乐的，抱着了他的腿，昂头劝他道：三舅舅，你别难过了，你以后肯定还会遇到很好的女朋友的。乔云阳拿着笔记本走了进来，点头附和道：红豆说的对，那种女人不值得你为她伤心的。不过三哥也确实可怜啊，好不容易铁树开花谈个女朋友，竟然会是个两面三刀、虐杀动物的坏女人。天知道他刚才看那视频回放，看到那女人变脸的时候都被吓着了，那女人真的太恐怖了。乔云阳感叹，这得亏是有红豆给他们透露情况，要不然三哥将来说不定还真要。想到刚才听到的三哥的凄惨下场，乔云阳就机灵灵打个哆嗦。他望着红豆的眼睛里也越发感激，这可是他乔家改命换运的福星啊，以后必须得把人哄得美滋滋的。念此，乔云阳继续道：不如这样吧，三哥，今天有那女人在，咱们吃的也都不尽兴，明天我做东，咱们都再去酒店吃一顿吧，安慰安慰你，也庆祝红豆正式成为我们乔家的一份子。乔云起当即答应下来。第二天，乔家人便又齐聚到了云市最好的运来酒店。正吃得欢快的时候，乔云阳接到了一通电话，手机那头的声音有点挑衅。我说：乔云阳，上次让你赢了真的是个侥幸，我今儿个又组了一场，你敢过来和我再比一场吗？那有什么不敢的？爷我在赛车界就没怕过谁。乔云阳斜靠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回的更是意气风发嚣张无比的。手机那头的声音似乎笑了一声：好，欣赏你的自信，今儿下午3点钟，中山路不见不散。中山路是赛车手专用赛道，平常经常有赛车手在那儿做练习比赛。四舅舅下午这是要去比赛赛车，我就只从手机上看过赛车视频，可从没机会亲临现场，身临其境的去感受那赛车的盛况啊！想去，疯狂想去。红豆当即从椅子上滑落下来，跑向了乔云阳。四舅舅，红豆也想去赛车，可以吗？小小的手紧紧拽着他的衣角，晃啊晃的，那玉瓷般银白的脸上也充满希冀，一双大眼睛更是不灵不灵的，充满了期盼。这么乖萌可爱的小姑娘，谁舍得拒绝啊？乔云阳当即便答应道。
可以啊。他和乔云暖说了一声，保证会注意安全，把红豆平平安安送回家后，便带着红豆直奔了中山路。刚才和他打电话约定好赛车的是贺家的贺子良，他这次也带了一个小男生。乔云阳瞧着他手里牵着的小男孩有些乐呵，巧了，你带孩子我也带孩子，那红豆可有伴的了。红豆乖，你先和哥哥玩去，让四舅舅我去做赛前准备啊。好的，红豆乖巧应允。贺子良瞟了一眼红豆，也松开了手，示意小男孩去玩。那小男孩倒也落落大方的，只是看着一派少年老成的模样。他走到红豆跟前，率先伸出了手，一脸沉稳的自我介绍道：“你好，我叫贺岁安，今年6岁了。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啊？”漂亮哥哥你好，我叫乔红豆，你叫我红豆就可以了。我今年4岁了。红豆嘴上落落大方的回应2句，心里却已经炸开了锅。我的妈！这就是贺岁安啊，豪门贺家的独子，将来贺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只是可惜啊，小年纪出了车祸，最后一辈子坐在轮椅上，还心里扭曲黑暗，变得病娇残暴的，成了书中的反派，不敢向喜欢的女人表白，只敢在背地里偷偷撒气。更是因为如此，3番2次的想要和书中男主抢项目，结果自然是女人没抢到，项目也没有了。最后呢，贺家的家产更是被自家大伯一家人给吞了，真的太惨了啊！想想这么帅气漂亮的小男生，以后竟然要落得那般下场，就有点于心不忍啊。红豆的心声疯狂输出，压根儿没注意，他跟前站着的贺岁安已经惊得瞬间瞪大了眼睛。怎么回事儿？乔红豆明明做完自我介绍就没再说话了啊，为什么他还能听到一大串的话？而且他那话中的内容似乎还是对他的未来预兆，他会出车祸成反派病娇，将来他贺家的家产会都落在大伯一家人手中。贺岁安都惊了，他死死地瞧着红豆，红豆这会儿也一脸可惜地望向了他。电光火石间，贺岁安速度收敛神情，冲着红豆点了点头，咱们过去那边。小手搭上贺岁安伸过来的手，红豆却又突然想起来了，今天是6月12了，按照书中的剧情走向，贺岁安出车祸就是在今天。对了，是赛车，他就是在赛车上出的车祸。红豆猛地转头朝一旁检查赛车的四舅舅望去，乔云阳和他间隔的距离不远，自然也听到了他的心声。他心里一惊，下意识地看了贺子良一眼，随即不动声色，装模作样地往旁边走去。我的赛车没有问题，我再去给孩子们瞧瞧。大人的赛车和小孩子坐的赛车不一样，小孩子所乘坐的赛车也会配备有专门的陪赛人员。这会儿那些陪赛人员已经检查过赛车，但他们也不能拒绝其他人做2次检查。乔云阳检查过红豆的赛车后，又去检查另外一辆，贺子良却阻止了他。好了，不用检查了，走吧，咱们比赛去。这2位都是专门陪赛人员，有他们陪着，你家小丫头和我那堂弟肯定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就是你害人呢，你当然不想让四舅舅检查了。那辆赛车有问题，那辆赛车肯定有问题。红豆的心声又响了起来。乔云阳脸色一肃，贺子良已经一把拽过了他，赶紧开始了，磨磨唧唧的。乔云阳，你是不是怕了我啊？我会怕你？真是笑话。乔云阳一把甩开了他，贺子良立马黑脸。红豆怕2人因为检查赛车的事儿吵起来，反倒让贺子良再伤害到四舅舅，赶忙冲着贺岁安道：漂亮哥哥，要不然咱们待会儿玩一辆赛车吧。好啊，你先过去，我和我家保镖说一声。贺岁安从善如流地同意下来，只是垂在身侧的手却紧紧握成了拳头。他怎么都没想到，他的好堂哥竟然是真的想要害他。若是先前对红豆的预测还有所怀疑的话，那他这会儿看着贺子良的表现，已经一清二楚了，就是贺子良想要害他，把他害了，大伯他们一家将来就能和他抢爸爸的公司了。好恐怖，好恶毒的心思，他不会就这样放过贺子良的。贺子良走向保镖，和他低语一阵，保镖蹙着眉头离开。贺岁安这才又慢条斯理地走到了红豆跟前。红豆让贺岁安先坐上了他的赛车，刚拖着乔云阳走了一段距离的贺子良，这会儿又转过头来批评贺岁安道：小安，你是男子汉，怎么能坐小姑娘的赛车？还不赶紧坐回你的赛车上去，我坐他的赛车。四舅舅，麻烦你再给我检查一遍吧。红豆决定再帮贺岁安一把，谁让我人美心善呢？总不能明知道那赛车有问题，还眼睁睁看着他出车祸吧？我救了他，说不定他将来就不用那么偏执暗黑了呢。不过偏执暗黑也没事儿，反正他对付的是齐雨琛，说不定他好好的就能把齐雨琛按在地上摩擦了，这样齐雨琛就不能抢妈咪的家产了。我可真是个大聪明。红豆的心声逐渐趋向于欢快，贺岁安听得都忍俊不禁的，还真是个孝顺懂事的好姑娘呢。有红豆这话，乔云阳理直气壮，光明正大的又检查了另外一辆赛车。这一检查还真检查出了问题，刹车失灵了。什么？贺子良故作惊讶，匆匆跑过来指着陪赛人员的鼻尖骂：刚才不都让你检查过了吗？怎么车子有毛病你都不说？
太不专业了，你这也太不专业了，我要扣钱，待会儿陪赛工资别想拿了。被劈头盖脸骂了一通的陪赛人员本就是贺子良的人，自然也不敢说出他是听贺子良吩咐办事的事情，只能背了这口黑锅，点头哈腰的陪着笑脸。贺子良骂了一通，心里还有饭赌，拉着乔云阳就往赛车场走。一边走，贺子良还一边在心里头咒骂：该死的乔云阳，都不知道今天是哪根筋抽了，非要检查孩子们玩的赛车。现在好了，功亏一篑了。但他也拿乔云阳没任何办法，只能憋着一股气坐上了赛车，发誓要在赛场上赢了他，让乔云阳以后再不敢违背他说的话。乔云阳随之也坐上了他的赛车，他们到专业的赛道上比赛。红豆和贺岁安则坐进了他们的专属赛车里玩，两人都是第一次玩赛车，玩得不亦乐乎的，一直到夕阳西下，红豆才恋恋不舍地和贺岁安挥手告别，坐在回家的车里。红豆还有些手舞足蹈眉飞色舞的，他兴奋地和乔云阳说着赛车时候的趣事。乔云阳又赢了比赛，心情极好，便拖着下巴静静地听着。手机蓦地响了起来，乔云阳懒洋洋地接通，手机那头传来乔云暖焦急的声音：四弟，你现在在哪里？带着红豆回来了吗？在回家的路上呢。怎么了姐？乔云阳听他声音不对劲，也立马紧张起来。乔云暖松了口气，没事儿了，你们能在晚饭前回来就好，肯定能回去的。乔云阳觉得他这通电话有些奇怪，挂断手机，刚想要把手机放下，眸光猝不及防地看到一条刚刚推送过来的新闻：中山路附近有一名赛车手在回家路上出了车祸。什么？竟然有赛车手出车祸了？乔云阳看得瞳孔骤然一缩的，随即首先快过脑子的点了播放，机械的播报音响彻在了整个车厢中。18:08分，中山路附近发生一起车祸，据调查，伤者是贺家贺子良，刚在中山路赛车场上比赛过一场赛事，回家途中出现意外，目前调查结果应该是刹车失灵。刹车失灵？怎么贺子良偏巧是刹车失灵出了车祸呢？他那车可是前几天刚刚送到店里保养检修过的，按理来说不该出现这种情况的呀，除非……乔云阳蓦地想起他在赛车前检查的那辆儿童赛车来，那辆车也是刹车失灵，而红豆之前的心声是贺岁安会出车祸，这到底怎么回事儿？难道不仅仅是贺子良给贺岁安的赛车上做了手脚，还有人在贺子良回家坐着的那辆车上做了手脚吗？这不会都是贺家自己人做的吧？乔云阳机灵灵打了哆嗦，不敢深想。红豆也听得有些意外，剧情走向怎么会发生变化了呢？难道是因为我想要坐贺岁安的赛车，四舅舅检查了赛车，所以出车祸受伤的人也从贺岁安变成了贺子良吗？不懂，不过贺岁安平平安安的就好。红豆心里暗暗松了口气，而此时也听到新闻播报的贺岁安嘴角却轻勾起了一抹笑，他的眼底浮现一抹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阴狠冷淡。他在心中暗道，这下贺子良应该不会再有机会害我了。不过他这人向来恩怨分明，有仇报仇，有恩报恩的，现在该报的仇已经报了，接下来就该报恩了。该怎么报答红豆对他的救命之恩呢？贺岁安到底才6岁，即便少年老成，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便催促司机快点开车回了贺家。贺岁安和贺父贺母说了红豆救他的事儿，贺父贺母面面相对一眼，随即贺母拿起了一旁桌子上的请柬。乔家刚才差人送来了这张请柬，邀请我们明日参加他们家举办的宴会，说是要把唯一的女儿乔红豆，也就是红豆介绍给大家认识。这姑娘是收养的，原本我们还犹豫要不要过去，现在看来，我们贺家不仅要去，还要带一份大礼送给他们。红豆可是救了贺岁安的命啊，他们肯定得拿出足够的谢意的。贺父贺母急急去准备贺礼，贺岁安见状也去准备谢礼。而此时的乔家，乔云阳刚带着红豆回到了家，乔云暖便急不可耐地冲了出来，抱过红豆，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又在他脑袋上摸摸，身子上捏捏的，见他确实是安然无恙，毫发无伤，乔云暖这才彻底放下心来。还好，红豆没事就好。不过妈咪真的是吓坏了，妈咪想要早点告诉所有人，红豆是我的女儿，让外边那些人以后见到红豆就捧着敬着的，没人胆敢伤害你。但这事儿呢，需要红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配合妈咪出席一场宴会，红豆愿意吗？乔云暖语气温柔，有商有量的，那抱着红豆的手却是紧紧的，恨不得把她揉碎在她的身体里。妈咪是真的喜欢她。红豆心里甜滋滋的，赶忙点头。乔云暖当即一个电话把云市最顶级的妆造团队叫了过来，同时过来的还有一些超级大牌的衣服鞋子的品牌负责人，那些牌子都是红豆上辈子听到都要咂舌感叹的死贵的牌子。没想到妈咪为了一场宴竟然全都给她弄了过来，果然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啊。他的总裁妈咪就是威武霸气，此时妆造团队已经围着他天花乱坠的夸起来。乔云阳则问乔云暖，大姐你这是？我邀请了全市所有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举办这场宴会，我要在明天宣布，红豆是我乔云暖唯一的女儿，以后我名下的所有资产也都是她的，绝对不会便宜其他任何人，也省了齐明哲那渣男在惦记着。这是他对齐明哲的第一步回击。乔云暖说的霸气，红豆却听懵了。我去，妈咪现在就要向全世界宣布，我是她唯一的女儿，唯一的继承人。她真不要齐宇琛了，这泼天的富贵啊，竟然让我接住了！苍天啊，大地啊！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妈咪对我也太好了吧！我太幸福了，我以后一定要加倍的对妈咪好，不仅要保护好妈咪，我还要给妈咪幸福，让她当全世界最幸福的妈咪。红豆高兴得晕晕乎乎的，她被人拉着量身打造了一套最合适的妆造，又被乔云暖投喂哄睡。等到第二天，乔云暖更是片刻都不离开她的，盯着妆造团队按照昨天的式样给她装扮好，带着她惊艳亮相宴会会场。作为会场的主人，他们过来之前已经有很多宾客先行过来了，红豆一亮相便引起一阵阵的赞叹声，会场一片其乐融融，主宾尽欢的。贺母更是在一片欢笑声中，牵着贺岁安的手走到了乔云暖的身边，满脸微笑地冲着他道：“恭喜恭喜，乔总您终于有个女儿了，这是我们贺家给的贺礼。”贺夫人先送了一套价值上亿的项链，引得来参加宴会的宾客们都哗然起来。我的天，贺家这是有多喜欢乔家这宝贝闺女，竟然送这么贵重的礼物。乔云暖也有些惊住，贺夫人您这礼物太贵重了，她都有点不敢收了。还有更贵重离谱的，贺夫人拍拍手，又让人送上来了一份合同，这是想和乔家合作的意向合同书。先前乔总不是一直想让我们把最新的研发项目交给乔氏集团来做吗？我和老贺现在考虑好了，交给你们，将来大家有钱一起赚。这项目合作成功的话，那乔氏集团最少也得赚2个亿以上，贺家相当于出手就给了3个亿的贺礼啊！满堂宾客这会儿已经惊得不能言语了，乔云暖也惊得无言以对的。贺夫人您这，她太欣喜了，也太忐忑了啊！谁家送贺礼是上亿的送的？乔家此前和贺家也不熟悉啊。贺夫人却亲热地拉住了他的手，满脸春风和煦的道：“别多心，这个项目就是个谢礼。左二哥在中山路，你这宝贝女儿可是救了我儿子一命呢。就我儿子一命，却只给你们家这3个亿的贺礼，不算什么的。”乔云暖有些蒙圈，他惊喜地看向红豆，原来又是红豆带给他的惊喜吗？太好了，他确实是想和贺氏合作挺久了。乔云暖喜不自禁的，满堂宾客也是连连祝贺。在一片祝贺声中，门口却陡地传来一声不合时宜的喊叫声：“齐总来了！”齐总带着另外一个孩子过来了。乔云暖抬头望去，便见齐明哲带着齐家父母过来了，他们的身后还跟着一名小保姆，那小保姆手里还牵着齐雨琛。乔云暖瞧得冷笑，齐明哲还真是迫不及待的，想让齐雨琛在所有人跟前露脸啊。他都故意没通知他了，他竟然还眼巴巴地凑过来。此时已经有宾客诧异地询问：“原来乔总你们收养的是2个孩子吗？”“就是啊，这一收养就是2个孩子，男孩女孩都有了。”“齐总，乔总，你们可真是好福气啊！”这人的话音刚刚落下，便见乔云暖拿过了宴会主持人手里的话筒，清了清嗓子，冷声宣布道：“我再次郑重地说一声，我乔云暖只有一个女儿，那就是乔红豆。其他的人，哪怕是齐明哲的亲生孩子，我乔云暖都不会再认。以后我若是有个意外，我名下所有的资产也全部都是乔红豆的，只是乔红豆一个人的。”乔云暖说完这番话，拉着红豆转身就走。齐明哲气黑了一张脸，齐母更是不顾大庭广众的，朝着乔云暖就追了过去，质问道：“乔云暖，你那话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以后我儿子都没资格继承你的财产了？”“对啊，乔云暖，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呢？明哲不就是想要个男孩吗？这有什么错？你出去打听打听，谁家的继承人不是个男孩？就你舍得把全部的资产都留给一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女儿？乔云暖，我不会同意的，我死都不会同意的，你必须得把雨琛一起收养了。”齐母撒泼打滚，试图让乔云暖现场改口，把齐雨琛也收养了。红豆看得都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在心里嘀咕：老太婆真是太搞笑了，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搞性别歧视呢？那小脑真是背锅了，怪不得她老公会看不上她。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出轨一个年轻小保姆，不过这齐老爷子也真是老当益壮啊，竟然还让这小保姆怀孕了。我可真是太期待老太太知道这一切真相时候的嘴脸了，让她非想要儿子。瞧吧，现在她不仅仅有齐明哲这一个儿子，将来她说不定还得替别人再养一个小儿子呢。红豆疯狂吐槽，快乐吃瓜。乔云暖原本怒不可耐的想要让保镖把齐家的人都丢出去，乍然听到红豆的心声，他一愣，随即微微勾唇，当即就叫了乔云阳过来：“四弟，你去找我公公，我要问问他也想要我收养齐雨琛吗？”乔云阳刚才也听到了红豆的心声，这会儿自然明白乔云暖的真实用意，当即便乐颠颠地跑向了监控室。“大姐放心，我保证给你把人速度找过来，至于齐府本人能不能亲自到达现场，那就不是他能控制得住的了。”乔云阳到达监控室，很快便查到了齐府的去向，见他还真是带着那名小保姆离开的，他心都惊了，真不愧是齐家人啊，什么无耻的事儿都能干得出来。齐府今年都有60岁了吧，还要祸害人家20岁的小保姆，这老牛吃嫩草的劲爆戏码，他一个人欣赏怎么能够？乔云阳把画面定格在齐父和小保姆纠缠在一起的画面上，反手就把这视频投放到了宴会大厅的大屏幕上。宴会大厅中瞬间响起一阵劲爆的叫声：“齐总你轻点，都弄疼我了，小宝贝儿，我这不是太着急了吗？来，快让我再亲亲咱们爱情的结晶。”
齐府衣衫不整的嘟嘴亲在了小保姆露着的肚皮上，宴会厅中的众人一阵无语，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那齐府长的富态，肚子上的赘肉更是一层一层的，此刻趴在年轻女人身上奋力拼搏的模样，简直辣眼睛至极。这是齐明哲的父亲吧？他怎么能在这种场合做这种事儿呢？这也太不要脸了吧！齐母这会儿也懵了，不是，他在乔云暖身边给他们的亲孙子争取权益，想让齐雨琛有名正言顺的继承权。老头子在外边给他点火烧后院，有这么干事的吗？乔母当即就炸了，贱人，张翠翠，你这个贱人，我好心好意可怜你，让你来我家当保姆照顾雨琛，你给我照顾到老头子的床上去了，我饶不了你，张翠翠，我绝对饶不了你，齐云山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你。齐母怒吼着就往楼上冲去。这场宴会是在云市最顶级的大酒店举行的，1楼是宴客大厅，2楼以上都是酒店客房。监控画面底下显示着齐府所在的房间号，齐母朝着那房间就冲了过去。宴会厅里的众人也一窝蜂地涌过去瞧热闹，人群熙熙攘攘中，齐雨琛狠狠瞪向了红豆，在心中恶狠狠地道：该死的臭丫头，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爸爸妈妈还不够，你还伤害我，现在还想毁了我爷爷，伤害我奶奶，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这里这么多人，我要是一脚把你绊倒了，让你摔得鼻青脸肿的，或者从楼梯上滚下来当场一命呜呼，应该也不会有人发现的吧。即便有监控，可现在这乌泱泱的人群都往楼上涌，谁能看得清是谁对谁下的手？念此，齐雨琛握了握拳头，赶忙趁乱朝红豆身旁挤了过去，但人太多了，他小小的身板挤得不容易。等挤到红豆身旁的时候，他也到了2楼走道上。齐母刚揪了只裹着一件薄衫的小保姆出来，噼里啪啦的在他脸上甩了几巴掌，又去拉拽，慌忙扣着扣子想要捂脸躲闪的齐府。大人们的目光都被这一幕吸引着。齐雨琛深呼吸一口气，悄悄往红豆跟前伸出了脚。贺岁安和贺母是紧跟着乔云暖和红豆上楼的，他这会儿就站在红豆的右侧，眼瞧着齐雨琛竟然想趁乱绊红豆，他下意识的伸手想去拉人。红豆小心！红豆看热闹看得正起劲儿，猛不丁听到有人喊他，下意识的朝声音来源处转头，身后却陡地传来一声扑通声，原来是齐母就拽着齐父大闹的时候，齐父猛然推了他一把。女人在气急败坏，那力道到底也不如男人，齐母当即被推得趔趄2步，正好被齐雨琛伸出去的脚绊住，重重压在了齐雨琛的身上。原本围绕在门口的众人赶忙散开了些，众目睽睽之下，齐雨琛整个小身子都被压在齐母的身下，只露出了一张小脸来。此刻他那张小脸狰狞地扭曲着，额头密密麻麻的都是细汗，脸色惨白，唇瓣哆嗦的低声喃喃着：我身上好疼。话音刚落，随后就晕厥了过去。齐母被人拉拽着起身，酒店紧急叫来医生，俯身给齐雨琛检查一遍。随后医生拧起眉头开口，这孩子情况有些不妙，有一根肋骨断了。话音刚落，被推搡在地的小保姆也哎呦哎呦地叫唤起来，紧接他身下有血迹流出，医生又急忙过去给他检查，很快他便摇头道：不成了，这孩子也保不住了，大孙子肋骨断了一根，小儿子尚在亲母腹中便送了性命。齐府被这接二连三的变故打击得摇摇欲坠的，他猩红着一双眼睛就要找齐母拼命，都怪你这个老太婆作妖，你害死了我小儿子，还害了我孙儿骨折，我要掐死你！齐府发了狠地掐着了齐母的脖子，齐母被掐得直翻白眼。还是乔云暖怕真在他的宴会上闹出人命官司，命人把人拉开了。小保姆和齐雨琛被抬到了急救车上，齐父齐母骂骂咧咧的也都坐上了急救车。齐明哲黑沉着一张脸，匆匆开车跟上，齐家人狼狈退场。乔云暖却是心情畅快。贺岁安此时拉过红豆，把一直揣在兜中的许愿瓶拿了出来，郑重其事地放在了他的手心。之前那些东西是我父母送你的贺礼，这个是我亲自叠的，里面有108颗星星，代表我可以帮你实现108个心愿，送给你，以后你有什么心愿都可以来告诉我，我帮你实现。贺岁安说的一本正经，明明才6岁的小人儿，说这话的时候却比大人还虔诚100倍。红豆听得乐不可支的，捧着许愿瓶就道：好啊，那说好了，我要让你帮我实现心愿的时候，你可一定要随叫随到，保证。贺岁安郑重的都插发誓了。红豆也没好意思再逗他，眉眼亮晶晶的和他挥了挥手告别。看到这一幕的乔云暖感叹万分的，我们红豆果然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福星，走到哪儿都招人喜欢啊，连贺家这高冷的小子都能被红豆俘获，想来其他人定然也会十分喜欢红豆的吧。于是他决定把红豆带去公司，给公司也带去福运，反正这公司将来都是红豆的。随后乔云暖带红豆去了公司，刚到办公室外边的走廊上，他的秘书江玲玲便端着一杯咖啡迎了过来。乔总您来了。江玲玲微笑着打声招呼，脚下却突然一个趔趄，整个人朝前扑去。乔云暖急急躲闪，江玲玲扶着一旁的栏杆稳着了身形，但她手中端着的咖啡杯却不受控制地飞了出去，不偏不倚正好泼了乔云暖一身。乔云暖的脸色当即就沉了下去，冷声斥责道：江玲玲，你怎么回事？斥责声刚刚落下，红豆震惊的心声又响了起来。我丢，这就是江玲玲，齐明哲那个白月光初恋吗？这人就是故意泼妈咪一身咖啡的吧？毕竟他可不是什么好人。齐明哲让他进公司来当妈咪的秘书，就是想近水楼台先得月，
偷到妈咪公司的商业机密给他那个小公司输血呢，也不知道现在他偷了多少商业机密了。妈咪好可怜啊，被齐明哲那个渣男骗就算了，还要天天和他的初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好心疼妈咪啊！我该怎么让妈咪知道这事儿，开除这个江琳琳呢？红豆一心想着帮乔云暖的忙，而乔云暖已经紧紧把红豆抱在了怀中。红豆乖，妈咪没事儿，你先进去妈咪办公室玩啊，妈咪在这边处理些事情。好的，妈咪。红豆乖巧应了一声，进了乔云暖的办公室，但他却并没有把办公室的门关严实，而是凑在门口扒着门框看这边的情景。就见乔云暖扬手直接给了江琳琳一巴掌，冷声教训道：好啊，泼了我一身咖啡，连句道歉都不知道说了是吧？江琳琳，你就是这么做人办事儿的。赔钱，我身上这套裙子可是限量版的高奢品牌，价值80万，我也不为难你，不要你赔偿我什么精神损失费什么的，我就只要你照价赔偿，拿钱吧。乔云暖一手揣兜，一手朝前摊开了掌心。江琳琳原本都想要溜之大吉了，乍然被打了一巴掌，还要赔钱，她都快要哭了，赶忙委屈道：乔总，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只是个小职员，每个月的工资才9000，我哪里能拿出来80万赔偿给你啊？乔总，要不然您把这衣服换下来，我给您洗洗吧。您放心，我肯定用手洗，洗得干干净净的，保证和新的一样。闻言，乔云暖收回手，冷笑道：抱歉啊，我这衣服就是一次性的，若是用水洗了，那就不能再穿了，哪有价值80万的衣服只穿一次的？江琳琳也不傻，这会儿也瞧出来了，乔云暖是在故意刁难她，当即便声泪俱下：乔总，您怎么能这么为难人呢？我可是齐总亲自推荐进来的人啊，要不然这事儿我们叫齐总过来评评理，看怎么处理吧。江琳琳哭哭啼啼的给齐明哲打了一通电话，而齐明哲在医院这边已是急得焦头烂额，时不时的还要听其父其母的对骂，早就快要炸了。这会儿接到江琳琳的电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的，当即就赶来了乔氏集团。乔云暖也不急，就双手揣兜闲闲的靠在一旁的栏杆上。齐明哲对上他望过来的视线，莫名有些心慌，主要是今天他家那点破事闹得人尽皆知的，把乔云暖精心安排的宴会给搞成了一桩笑话。但不管如何，乔云暖也不该牵连无辜。齐明哲在心中给自己加油2声，然后勉强冲着乔云暖挤出了一个笑脸，走过去开口：琳琳到底也是我老同学呢，云暖，要不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放过他这一次吧，他也不是故意要往你身上泼咖啡的，之前也给你道过歉了不是？云暖，您是老总，得有点容人之量的，对吧？齐明哲上来就是一套道德绑架，可乔云暖早通过红豆的心声知道了一切真相，怎么可能还吃这一套？扬手就朝着齐明哲那张脸拍了一巴掌，冷声道：抱歉啊，齐明哲，你在我跟前早就没什么面子了。齐明哲刚说2句话就挨了一巴掌，面子有些挂不住，当即也恼了。乔云暖，你到底在闹什么？这里是公司，他又不是在工作上犯了错误，值得你这么不依不饶的还打我？乔云暖望着齐明哲，眼神越发冰凉刻骨。我打的就是你。齐明哲一噎，随即有些恼羞成怒道：好好，我知道了，就是因为我收养了雨琛，你就故意报复我对吧？你不仅要报复我，还要报复我推荐进来的老同学。齐明哲说的火大，不就是80万吗？我帮他赔了你这80万。乔云暖却依旧冷笑：好啊，现在就给。齐明哲没想到对方竟然会这么步步紧逼，当即就拿出了他的卡，阔步进了乔云暖的办公室，给就给，我刷卡。他知道乔云暖办公室里配备有刷卡机，然而齐明哲刷了一下却没有成功，他当即就懵了。乔云暖冷冷道：鉴于你婚后一直用着我的钱，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冻结你那张卡作为对我的补偿。言下之意就是乔云暖让银行冻结了他的卡。齐明哲气得冲着乔云暖低吼起来：我们到底还是夫妻呢？乔云暖，你是不是太过分了？殊不知乔云暖还有更过分的，他就那么直勾勾地望着对方，坐等着收赔偿款。齐明哲没办法，只能先去哄江琳琳拿钱。面对乔云暖那张咄咄逼人的脸，江琳琳就算再不甘心，也只能乖乖地先刷了80万。随后齐明哲快速带着江琳琳离开。乔云暖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脸上却露出了一抹笑意。这就沉不住气了吗？别着急，才是刚开始呢。他已经暗下决心，不仅要一步步收回原本属于他的东西，还要一步步整死齐明哲的那个小公司。乔云暖回到办公室，立刻吩咐秘书切断齐明哲公司的资金支援。秘书认真记录，随后问：乔总，您之前为了让齐总的公司正常运营，还打通了其他的资金渠道，是否也一并收回？乔云暖十分果断地下达着指令，全部收回。你去通知乔氏集团所有的合作方，让他们终止和齐明哲公司的合作，所有的损失我来承担。20分钟后，秘书回来了。乔总，已经通知了乔氏集团所有的合作伙伴，
他们已经向齐总的公司下达了合作终止邮件，不出意外，1个小时后，齐总应该会收到解约的消息。闻言，乔云暖的脸上浮起了一丝冷笑。好日子过久了，都忘记了好日子当初是谁给他的了，也该让他尝尝没钱没尊严的滋味。而齐明哲这边，办公室所有的座机电话全部被打爆，都是来解约的，这可把齐明哲气炸了。他抓着手机狠狠砸在了地上。乔云暖，你这个贱人，毁我名声不说，竟然还要断我财路！一直在旁边不出声的齐雨琛突然问：爸爸，是乔云暖让这些人和你停止合作的吗？齐明哲颓丧地点点头，随后目露凶光看着窗外。这个女人自从收养了那个小贱人之后，整个人都变了，再也不听我的话。那个小贱人真是我们的灾星。提到红豆，齐雨琛的眼神暗了暗，眉宇之中闪过一丝阴鸷。这个人接二连三的坏他好事，他一定要让这个小贱人付出代价。对了，雨琛，你胸口还疼不疼？看着眼前这个自己唯一的血脉，齐明哲的眼神又不由得软了几分，毕竟是他唯一的血脉。一个人又在孤儿院待了这么久，对于这个亲生儿子，他有着满满的歉疚之情。没事的爸，我尽量少走动，多躺着就好了。齐雨琛露出了一个懂事的笑容，这个笑容让齐明哲越发觉得难受。医生帮齐雨琛包扎完伤口后，齐雨琛便强烈要求出院，说是不希望看见爸爸一个人面对乔家那么大一帮子人，他必须站在爸爸的身后支持爸爸。齐明哲咬牙切齿地说：放心吧儿子，你爸我不会这么轻易的被那个贱人拿捏的。闻言，齐雨琛走到他的身边提醒道：爸爸，不管怎么样，那个女人现在还是你的妻子，虽然只立下了一个口头的声明，可是没有立下文字遗嘱。齐明哲心中一惊，猛地回头看着齐雨琛，随后眼前一亮说：你是说……此刻齐雨琛的目光冷得像一条毒蛇。我之前在孤儿院的时候，也看到过一些哥哥姐姐因为父母双亡被送进来，但是因为他们父母生前没有给私生子立遗嘱，所以死后父母的钱都由那些哥哥姐姐们继承。爸爸，我们要抓紧时间了。与此同时，正在看漫画书的红豆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他揉了揉鼻子，想想也知道肯定是齐家父子在骂他。这时乔云暖一脸歉意地看着红豆：红豆，妈妈今天下午要去和客户吃个饭，可能没有办法陪你哦，下午你就去你三舅那里混个工作餐吃。红豆捧着笑脸笑眯眯说：妈咪放心去吧，我会乖乖的，不会给三舅惹事。乔云暖揉了揉红豆的头：我们红豆最乖了。随后便抱着红豆来到了地下停车场，可刚一来到停车场，红豆便闻到了一股浓重的汽油味儿，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个气味怎么这么重啊，好像是妈咪的车上传来的味道也，难不成又是齐家那两父子做的手脚，这也太可恶了吧。乔云暖听到红豆的心声，下意识放慢了脚步，抱着红豆缓缓朝停车位走去。果然是那两父子给妈妈的车上做了手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把妈妈车上的刹车给剪断了，还把汽油给漏了，就是希望妈妈出车祸死在路上。好恶毒的两父子！乔云暖闻言眼神一沉，立刻放下红豆，给自己的助理打去电话。助理急匆匆地赶到了地下停车场，给车检查了一遍后，面色凝重开口：乔总，你的车的油箱的确是漏了，而且我刚刚检查了一遍，刹车也被人剪断了。乔云暖紧紧捏着拳头，去调监控，看看是谁胆子这么大。这对父子实在是太明目张胆了。保卫科的人很快就将监控视频传来，只见停车场里一个蒙着面全副武装的男人三步一回头的出现在了画面中。那个戴着头套的男人确定周围没有人后，便对乔云暖的车做了手脚。大功告成后，便大摇大摆溜之大吉。秘书为难开口：乔总，虽然有录像，但是我们看不出这个人到底是谁。乔云暖心知姓齐的那对父子是有备而来，肯定不会让人抓住破绽。秘书担忧开口：乔总，你还是开我的车吧，对方显然是针对你，那肯定会对你的备用车也做手脚。我的车不起眼，你开我的车安全。乔云暖点点头，接过钥匙，刚准备上车，却发现一旁的红豆不见了。他心下一慌，刚准备去寻找红豆，就见红豆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钻了出来，手里还拎着一块脏兮兮的破布。乔云暖一把抱住红豆，紧张询问：红豆，你刚刚去哪了？吓死妈妈了，妈妈以为你不见了。红豆得意地挥了挥手里的这块破布：妈妈，你看这是什么？乔云暖看着这块破布，眼神一亮，这不就是刚刚那个蒙面人戴的头套吗？有了这个头套，就能找到幕后的始作俑者了。于是乔云暖更改了和客户见面的时间，特意报警，等警察处理此事。秘书在一旁轻声说：乔总，这些事情可以交给我处理的。红豆却看着秘书一字一句回答：妈妈要亲自抓坏人。秘书笑眯眯地看着红豆，红豆真棒，居然找到了这么重要的东西。话音刚落，警察便来到了停车场，观察现场的情形。保卫科的人将监控录像交给警察，乔云暖也将红豆找到的那个头套交给了民警。王警官，这是我女儿找到的那个嫌疑人戴的头套，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破案。王警官对于这件事情极其上心，乔氏集团可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大集团，居然有人想要谋害企业的负责人，往轻了说这是民事案件，往重了说是杀人未遂，也可以当刑事案件处理。王警官严肃开口：放心吧，乔总，我们一定会尽最快的速度破案。刚刚我已经吩咐了我的同事，加强对周边监控的调查，不出意外，
很快就能找到犯罪嫌疑人。被抱在怀里的红豆摇摇头，王警官这样做工作效率太低了，妈咪还不如直接指认齐家父子为嫌疑人，调查齐家父子的行踪，这样破案的速度会更快。乔云暖静静地听着，随后看向警官，轻轻一笑说：“王警官，我这边有一个值得怀疑的嫌疑目标，想给你提供一下他的基本情况，希望你们围绕着他这几日的行踪调查一下。”王警官一听，立马开口：“那就麻烦乔总跟我们回趟警局，详细做一个笔录。乔氏集团当家人可不会随便怀疑人，肯定是有明显的作案动机指向这个犯罪嫌疑人。”听到要去警察局，红豆眼前一亮，开口：“妈妈，是要去三舅的警察局吗？三舅在局里吗？”乔云暖轻轻地摸了摸红豆的头，说：“三舅的警察局不在这附近，我们这片辖区的案件是王警官接手的。”红豆点点头，看向王警官，一字一句说：“警察叔叔你好厉害，你快点帮妈妈抓住坏人吧。”王警官看着红豆圆圆白白的小脸，心头喜欢极了。外界都说乔氏集团收养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被整个乔氏都捧在手心里，今日一见果然讨喜。随后红豆跟着乔云暖去了警察局，做好了笔录。笔录刚做完，检验科的年轻警官就将分析报告拿了过来。王警官，这个头套上的 DNA 在数据库里匹配成功了。闻言，王警官和乔云暖纷纷眼前一亮，匹配的人是谁？年轻警官没有立即回复，而是有些为难地看了一眼乔云暖。乔云暖心中明了，沉声问道：“是不是齐明哲？”年轻警官点点头，的确是他。他1年前在我们辖区附近有酒驾记录，当时录了他的 DNA 和指纹，这次头套上的 DNA 和他当时录入的数据完全吻合。闻言，红豆忍不住在心里吐槽了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王警官看向乔云暖，一下子觉得有些难办。谁都知道乔云暖和齐明哲是夫妻，这种情况下，私下解决还是公事公办，全凭乔云暖做主。但乔云暖却斩钉截铁说道：“王警官别愣着了，作案人都已经出现了，你们也该行动了。我希望贵所秉承着公事公办的原则处理该案件。”王警官明白了乔云暖的想法，立刻喊来了同事去抓捕齐明哲。此时市中心的一栋写字楼里，齐明哲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喝着红酒，兴致勃勃地看着窗外，而身旁齐雨琛却有些担忧地看着他。“爸爸，你这次做干净了没？”齐明哲得意洋洋回答：“放心吧儿子，那辆车我轻车熟路，油箱已经漏油了，刹车我也剪断了，而且我是全副武装出现在停车场内，停车场只能拍到我的身影，不能拍到我的脸。”齐雨琛又询问道：“那你的那些衣服装备呢？处理干净了吗？”齐明哲微微扬起下巴，指了指一旁的旅行包。齐雨琛捂着胸口，慢慢来到旅行包旁边，翻看着里面的衣服。看着齐雨琛细致检查着包里的衣服，齐明哲不由得皱了皱眉：“儿子，你也太谨小慎微了吧？而且明明是自己的儿子，现在却搞得像老子一样，还要指挥他做事。不过儿子确实聪明，关键时刻的确有用。”忽然齐雨琛惊慌开口：“爸爸，你的头套去哪里了？”齐明哲浑身一顿，立刻放下酒杯，快速翻找着旅行包里的头套，然后父子二人面面相觑，头套不见了。突然秘书敲门走了进来，一脸惊恐开口：“齐总，有几个警察找你。”糟糕，怎么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齐明哲有一些意外，但还是跟着小秘书来到了会客间。王警官出示了警官证后，沉声开口：“你是齐明哲吧？经我们调查，发现你与一起谋杀案有关，请你给我们走一趟。”说罢，他立刻对身边的同事使了个眼色，两个警官上前将齐明哲双手铐住。齐明哲不服，狡辩道：“警察先生，你们是不是弄错了？”王警官看着齐明哲，冷笑了一声：“你们这种人我见多了，是不是弄错？你跟我们回一趟局里就知道了。”公司里所有的人都看着齐明哲被警察带走，大家面面相觑，眼睛里满是八卦。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听小道消息说，齐总和乔总感情不和，两个人要闹掰了。乔总不要咱们齐总了，那咱们公司不就完蛋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着，没有人在意躲在角落里的齐雨琛。他正目光阴恻恻地看着所有人，拳头紧紧地捏着。姓乔的那一家人真是祸害1000年啊，怎么都杀不死。如果齐明哲真的出了意外，那他该怎么办？他可不想再回到孤儿院那个地方了。突然有一名员工拿着手机大叫起来：“大家快看最新消息，乔总宣布要和我们齐总离婚。”乔氏集团内，乔云暖正在陪着红豆看漫画书，一旁的秘书不断应付着媒体记者的来电。乔云暖要离婚的消息传达出去后，顿时一旦激起千层浪，所有的媒体记者都纷纷致电询问消息的真假。这时秘书将离婚协议书放在了桌上：“乔总，律师这边已经草拟了离婚协议书，请您过目。”红豆瞥了眼协议书，心中无奈感叹：这协议书有什么用？写的再细致也挡不住齐明哲玩阴的。妈妈辛辛苦苦做了这么多事儿，结果这个齐明哲在离婚冷静期内迅速掏空了乔氏集团的后备客户资源，还把乔氏集团的大客户南家给挖走了。乔云暖听到这话，面色一顿，神情不由得凝重了几分。南家是乔氏集团最大的客户之一，也是乔家交好的世家之一，两家交好了几十年，关系一直稳若泰山。但红豆已经这么说了，那就说明齐明哲的确能将南家撬走，这让乔云暖感到非常费解。齐明哲到底有什么本事能做到这一点？于是乔云暖嘱咐秘书，协议
书我先不看了，这2天估计有大动作，你注意随时报警。这几日出行，你记得叫上律师。秘书离开后，乔云暖看着拿着彩笔在白纸上画画的红豆，不由得陷入了深思中。如果齐明哲真的要撬走南家，那他必须先下手为强才行。这时红豆看着乔云暖，伸出小手抱着对方。妈妈，我要出去玩。乔云暖露出温柔的笑意，把红豆抱在怀里，轻声细语地说：红豆想去哪里玩呀？是不是想去游乐场呀？红豆摇摇头，不要，我要去看花，看好多好多花花。乔云暖不明其意，紧接着红豆又说道：妈妈，你就带我去南家的花园看花吧。同时红豆心里不由感叹，现在还能挽救一下和南家的合作关系，要是去晚连残羹冷炙都赶不上了。刚刚听秘书姐姐说，齐明哲被警察局带走了，但是他犯罪未遂，而且他身边也有狡诈的律师，所以他交了保释金就能出来。不出意外的话，他现在正带着齐雨琛去往南家的路上，这对父子肯定又要作妖。听到红豆的心声后，乔云暖明白了意思，立刻站起来，事不宜迟，他必须立刻前往南家。位于城郊，一座雍容华贵的庄园出现在郁郁葱葱的山林里，秘书开车送他们母女2人前往南家。车上的红豆忍不住感叹，这南家真是财大气粗啊，居然有这么大面积的森林公园，难怪这齐明哲要剑走偏锋，能和南家傍上关系。齐明哲再怎么作妖，这辈子也可以安稳无忧了。就在乔云暖思考着红豆嘴里的作妖到底是什么意思时，汽车停在了南家庄园的大门口。南家的管家看见乔云暖，立刻满脸堆笑的上前替他打开车门。乔总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刚刚您打电话说要过来，老爷子正在家里念叨着你呢。乔云暖微笑回道，我也好久没见南叔了，想特地过来拜访他，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最近身体如何呀？老爷子身体好着呢。管家说完，打开大门。富丽堂皇的客厅中央，一个声如洪钟的老头子，目光矍铄地看着乔云暖。暖暖，你怎么现在才过来看叔叔？南叔，最近事情太多了，所以没抽时间过来。今天正好有空，就专门过来看看你。我女儿听说你家里的兰花开得好，特别想来看看兰花。乔云暖说着，轻轻地拍了拍身边的红豆。红豆立刻扬着圆圆的脸，奶声奶气地说：爷爷好。南老爷子笑呵呵开口：这就是你收养的那个小姑娘吧？听说这小姑娘是个福星，你收留了她之后，你们乔家的股价疯狂大涨，找男人的眼光不怎么样，但是找女儿的眼光倒是挺不错的，你可是真有福气啊。南老爷子说这些话的时候，满脸艳羡。南叔你说笑了，您的小孙子也很讨喜啊。他当初出生的时候，你们南家做了好大一笔生意，他也是你们南家的小福星。然而乔云暖话刚说完，就见管家急急忙忙地闯了进来。老爷子不好了，小少爷出事了。南老爷子神情巨变，他猛地站起来，浑身一阵晕眩，勉强撑住身体，伸着颤抖的手问道：天天他出什么事？管家慌张开口：小少爷掉进湖里了，差点淹死了，现在在医院。南老爷子顿时紧张不已，快送我去医院，这孩子可不能有一丁点的闪失啊，他但凡有个3长2短，我还怎么办啊？见状红豆无奈感慨，这南老爷子也是倒霉，坐拥这么多的资产，结果却被人算计了。先是自己的独生子被害，现在又是小孙子被害，每一个人都希望从他身上得到些什么，所以总是用伤害他最亲的人的方式去得到这些利益。乔云暖微微皱眉，南老爷子的独生子在几年前出了车祸，落下了残疾，虽说现在依然在集团内进行管理工作，但是因为身体素质大不如前，心有余而力不足。南氏集团之所以信任他们乔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南家没有一个能够撑得起来的当权者，所以一旦得到了南老爷子的认可，南家便会无条件的信任对方，这也给了齐明哲咸鱼翻身的契机。乔云暖带着红豆跟着南老爷子去了医院，刚一下车，身后边就有人喊住了他们：南爷爷，乔阿姨。乔云暖回头看见贺岁安正在他们身后，贺岁安看见红豆，下意识道谢：小丫头，上次谢谢你。红豆只觉得奇怪，你谢我什么？贺岁安微微皱眉，看样子这个小丫头并不知道自己的心声能被他听见，念此他的眼神微微一沉，嘴角扬起一丝玩味的弧度。谢谢你上次将你那个漂亮的赛车让给我开，我很喜欢。红豆纳闷，上次他的那个赛车可是粉红色的，莫非贺岁安喜欢粉红色？没想到他还有这种癖好。这时贺岁安有些好奇问道：乔阿姨，你们怎么在这里？他下意识将目光落在了红豆的身上。你生病了吗？你才病啦！红豆龇牙咧嘴地回应着，这人到底怎么回事啊？要么不开口，一开口都是会气话，不愧是阴暗反派，嘴里就没两句好听的。贺岁安心中暗想，他这么干净体面的人，哪里像反派了？反派童年都是不幸的，他的原生家庭幸福的不得了，他明明是一个伟光正的好少年好吗？这时红豆反问：你怎么在这里？贺岁安轻笑一声说：这医院是我家的。他话音刚落，院长便亲自出现在了大门口，对着南老爷子说道：小少爷的情况已经稳定了，您可以放心。南老爷子听后长舒一口气，这才得空抹了一把眼泪，声音里带了一丝后怕。
太好了，没事就好。随后一行人来到病房，病房里还有几个外人。南老爷子皱了皱眉，刚想说什么，管家却在一旁说：“老爷子，就是这对父子，是他们救了小少爷。如果不是他们的话，小少爷恐怕已经……”南老爷子点点头，原来是救命恩人啊！那对父子浑身湿漉漉的，来不及擦干净脸上的湖水，就听见门口传来了脚步，转头过来看着南老爷子，神态十分恭敬：“南老好，小少爷的情况已经稳定了，医生说不出意外，明天就可以出院了。”齐明哲说话时的神情十分恭敬，然而眼底里却激动地闪着光。跟在南老身后的乔云暖将一切尽收眼底，他神色冷了下来，眼角里带着一丝讥诮。原来齐明哲是用这种方法撬走了南家。同时，红豆的心声响起，这个齐明哲当真卑鄙啊！为了获取南爷爷的信任，竟然将他的小孙子置于险境，差点害死了他的小孙子。这个时候竟然还有脸来邀功，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闻言，贺岁安猛地抬头看向红豆，眉头不由得拧成了一个结。红豆还在输出，只可惜现在拆穿他们也没用，毕竟没有实打实的证据。这两父子这次可是做戏做全套，以身入局，赢得所有人的信任。南爷爷现在感激他们还来不及呢。果然，南老爷子笑呵呵开口：“我见过你，你是我们暖暖的丈夫齐明哲，对吧？”南老爷子记性很好，虽然他只见过齐明哲几面，但是却对这个上门赘婿印象颇深。你是我们南家的大恩人，我们南家欠你天大的情。南叔言重了，我儿子正好看见小少爷掉进湖里，是他不顾安危，第一个跳进湖里去救小少爷的。齐明哲说着，轻轻拍了拍齐雨琛的背，齐雨琛立刻装作一副很痛苦的样子，捂着自己的胸口。南老爷子顿时关心地看着齐雨琛问道：“孩子，你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我叫医生来给你看看。”齐雨琛用十分童真的口吻说：“不用爷爷，我这里之前断过几根肋骨，现在还有点疼，医生说我多休息休息就好了。”南老爷子听后心疼不已，好孩子，你遭罪了，受了伤还想着救我孙子，我们南家欠你太多了。见状，红豆着急了，完蛋了，完蛋了，老爷子上钩了！现在要是有人能拆穿这对父子虚情假意就好了，明明是他们自己设局，收买了湖边的管理员，让小少爷掉进湖里，差点害得小少爷命都没了。乔云暖和贺岁安听到红豆的心声后，眼神不由一震，如果是这样，事情可就大了。没想到齐家的父子居然为了翻身做到如此地步。此时红豆还在输出，这湖边距离南家这么近，这小少爷在这生活了几年都没有掉到湖里，偏偏这一次出去游玩掉进了湖里，只怕现在做手脚的船和救生衣已经被扔到一旁的树林里找不到了吧。贺岁安听到这番话后，默不作声地退出了病房。南老爷子看着齐明哲感激万分，随后又看向站在身后一言不发的乔云暖，轻叹了一声说：“暖暖，我是看着你长大的，都说宁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齐明哲和你之间肯定有什么误会，你们两口子好好解释解释。”乔云暖十分认真地说：“我跟他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离婚的事情已成定局，南叔，这是我的家事，还请您不要插手。”南老爷子有些遗憾地叹了一口气，随后看着齐明哲说：“虽说以前我不待见你，但是好歹你救了我孙子一命，这份恩情我会记得。你日后若是需要帮助，只管找我们南家，我们能做到的一定帮你。”齐明哲满意了，他要的就是这句话。红豆心中气愤怒喷，臭男人心愿达成，可把他高兴的，小心出门被雷劈。乔云暖默默地收起手机，看了一眼身边的秘书，秘书看了看手机的内容，心领神会地退出了病房。这时齐明哲试探性地看向南老爷子：“南叔，我在市里开了一家小公司，只是最近资金紧张。”南老爷子笑呵呵摆摆手：“这好办，这都是小事，下周一你来我们集团一趟，我亲自给你处理这个事。”得到了南老爷子的口头承诺，齐明哲挑衅地看着乔云暖，好像在说：“没了你，我照样混得风生水起。”然后下一秒，一道稚嫩却又沉稳的声音响起：“南爷爷，你孙子是怎么掉进湖里的呀？”众人的目光瞬间被门口那个稚嫩的声音所吸引。只见贺岁安站在门口，双手抱在胸前，一脸冷然地扫了一眼齐家父子。齐明哲接触到贺岁安的目光，只觉得浑身一寒。明明这么小的孩子，眼神却有如此的震慑力。齐雨琛阴恻恻地看着贺岁安，眼中升起一股嫉妒。他讨厌一切过得比他光鲜亮丽的小孩。贺岁安微微勾了勾嘴角，漫步走到病房中，边走边开口：“南爷爷，这湖边的安全措施这么严格，还有安全员在湖边巡逻，您的孙子是怎么掉进了湖中间呢？”齐家父子见贺岁安忽然提出此问，如临大敌，他们父子二人立刻交换了一下眼神。齐雨琛暗暗点了点头，随后一脸无辜地说：“我们也不知道小少爷是怎么掉进去的，反正就是看着他的皮划艇有些不稳，他好像要在皮划艇外捞什么，就一不小心从皮划艇翻身掉入湖中。”话虽这么说，可是南老爷子在商场中叱咤风云了几十年，那些诡计他都了然于心。刚刚他因心急如焚，所以暂时没有考虑这么多。贺岁安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他
他不禁在心中百转千回，各种想法顿时浮上心头。虽然脸上依旧带着和蔼可亲的笑容，可是心下却已经彻底冷静下来。南老爷子，我儿子为了救小少爷，忍着肋骨断掉的伤痛，亲自跳下湖中去救他。他这么小的孩子，要是一个不小心，可能都……齐明哲说着，一脸后怕地看着齐雨琛，眼中满是痛心，随即又装出一副欣慰的样子。还好我们雨琛福大命大，能够安稳地救下小少爷。贺岁安讽刺一笑，朝齐家父子翻了一个白眼。这时乔云暖也加入战斗，他看着南老爷子，又看了看齐明哲，若有似无地提了一嘴：“南叔，我记得没错的话，南家的安保措施可是咱们整个京市数一数二的呢。”南老爷子没有说话，但是给了乔云暖一个肯定的眼神。很显然，他心中那杆偏向于齐家父子的秤已经慢慢恢复了正常。而听到这话，齐明哲瞬间急了：“乔云暖，你什么意思？”听到这话，齐明哲瞬间急了。现在如果有人挑拨两句，那南老爷子便不再信任他们父子，他们这次也就白忙活了。乔云暖皮笑肉不笑地看着齐明哲：“我没什么意思，只是实话实说罢了。”随后他又看向南老爷子：“南家的安保措施向来严格，皮划艇有问题的话，应该早就被检查出来扔掉，根本不可能那么巧的让小少爷在一堆好的皮划艇中挑了一个坏的。而且小少爷身边应该有随行的安保人员，小少爷真的掉入湖中，应该有安保人员第一时间将他从水中救出。”乔云暖说完，看着齐明哲父子二人，似笑非笑地说：“怎么就这要巧？安保人员不在，是这对父子将小少爷救下了呢？”南老爷子的脸色铁青，再蠢也应该明白什么了。老爷子，这时南家管家急匆匆来到了病房内，所有人都抬头望着管家。管家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齐家父子，随后来到南老爷子的耳边耳语了几句。南老爷子脸色陡变，原本和蔼的神情一瞬间变得狠厉起来。齐明哲，你可真是好样的，为了自己的利益，竟然连我的孙子都敢害！南老爷子用拐杖指着齐家父子，他气得面色潮红，浑身发抖。齐明哲面色一惊，随后结结巴巴地解释：“南叔，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南老爷子气愤之极：“你给我滚出去！还好我孙子没事，但凡我的孙子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让你们父子二人给他偿命！”齐家父子互看一眼，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病房。齐明哲带着齐雨琛来到了医院的停车场，二人面色十分难看。这次两个人可是下了血本，却没想到居然得到了这样的结果，他们太不甘心了。忽然齐雨琛开口：“爸爸，那个小鬼是谁？”齐明哲明白齐雨琛问的是贺岁安，于是没好气地说：“贺家的独苗贺岁安，被贺家捧在手心里的小畜生罢了。”齐雨琛目光沉了沉：“很好，现在除了红豆，他又多了一个厌恶的人。”病房内，南老爷子终于缓过了情绪，他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孙子，面容十分疲惫。乔云暖有些不甘心：“南叔，齐明哲是害你孙子的凶手，你就打算这么轻易放过他们吗？”南老爷子没有说话，一旁的管家无奈叹了一口气说：“乔总，不是我们不想追究，而是刚刚去了现场的警察告诉我，现场被他们布置得很周密，即便所有的怀疑矛头都指向这对父子俩，可是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证明是他们做的这件事情。”乔云暖沉默了，没想到这对父子的狗屎运竟然好成这样，连着2次警察都奈何不了他们。管家有些遗憾：“我们能做的就只能告诉我们所有的合作伙伴，切断与齐明哲的商业往来，并将他的为人告诉大家，再多的我们也做不了了。”之后乔云暖安抚了南老爷子几句，便带着红豆离开了病房。回去的路上，贺岁安喊住了红豆：“喂！”红豆皱着眉看着贺岁安，圆嘟嘟的小脸故作严肃，奶声奶气地说：“第一，我不叫魏；第二，我叫红豆。”乔云暖在一旁听了，忍不住咳嗽了一声，好古早的台词。贺岁安有些尴尬地咳了2声，他看着红豆，装作随意地提醒道：“那个叫齐雨琛的，不是什么好人，你下次看见他，记得离他远点，我怕雷劈在他身上也会连累你。”贺岁安说完，不等红豆反应，故意耍酷似的转身离开，却没想到不小心踩到一滩水，脚下一滑，四仰八叉的摔倒在地上，样子十分滑稽。红豆顿时笑得前俯后仰，这个小反派看起来还挺可爱的嘛。贺岁安满头黑线，什么鬼？这个小家伙怎么老说他是反派？他哪里像反派了？反派能有他这么帅吗？头可断血可流，但面子不能丢。贺岁安故作严肃地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水渍，随后双手插兜，头也不回地离开。乔云暖见状忍俊不禁，贺家小子还挺有意思的。之前听说这小子喜欢独来独往，不爱和别人交朋友，但是这小子好像对他的红豆格外的不同。而一旁的红豆却十分无语，不是，这个贺岁安这么能装，有点不像反派人设呀。随后母女二人便朝停车场走去，忽然一道男声响起，母女二人回头，只见身后一个书卷气十足的男人正站在一辆黑色的轿车旁，一脸惊喜地看着他们。男人的表情先是喜悦，
随后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立刻紧张开口：“姐，你和红豆怎么在医院？你们谁生病了？云山你怎么在这里？”乔云暖看着眼前的男人，有些意外：“你不是在实验室吗？”眼前男人正是乔云暖的二弟，这2天有些不舒服，来医院检查检查。说罢，乔云山看向红豆，眼中满是宠溺：“这个就是我的亲侄女吧？真可爱。”乔云暖微笑开口：“红豆，这个是你的二舅，快喊二舅。”乔云山吗？红豆眼睛顿时放着金光，终于见到了这个科研大佬。乔云山微微一愣，他下意识地看向乔云暖，却见乔云暖冲他眨了眨眼。看来上次乔云暖在群里说的事情是真的，他的确能够听到这个小丫头的心声。红豆的心声还在继续，二舅可是天神下凡，科研大佬，未来几年他研究的领域会取得重大的突破，他也会成为这个领域的国内第一人，享誉全世界，以后更是拿奖拿到手软。闻言，乔云暖顿时欣喜不已，非常开心地看着乔云山。乔云山则有些受宠若惊，他向来最新研究，没有想过其他的事情。红豆刚刚说的什么国内第一人，享誉全世界，诺奖什么的，对他而言没有任何诱惑力，反倒是他的那句几年后他能取得重大突破，这句话倒是让他浑身血液都沸腾起来。他甚至感觉自己的病都好了很多，这会儿就可以立刻回到实验室继续工作。然而这时红豆神情一变，连连叹息。但是天妒英才，二舅这么优秀，还是被有心人给盯上了。乔云暖的笑意瞬间凝在了嘴边，他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弟，难道也会遇到什么坏事儿？他们乔家就这么倒霉吗？难道就没有一个人顺顺利利的？红豆的心声还在继续。二舅手底下有一个研究生，这个研究生虽然天资卓越，二舅觉得他是接班人，无条件的相信他，重要的实验项目和数据都由这个研究生过手。可是却没想到，这人心术不正，故意给二舅最重要的论文上数据造假，以至于二舅后来享誉世界的时候，被查出论文数据造假，造成了严重的学术危机和信任危机，成为了全民公敌。二舅在学术界混不下去就算了，大不了退休也就算了，但是这个研究生竟然造谣二舅强迫他，本来是无中生有的事情，但是偏偏二舅心思单纯，允许他来宿舍同自己交流学术。这个研究生每次在同二舅学术交流的过程中，都会故意引导性的说话，然后录下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语，并且收集了二舅宿舍里贴身衣物上的男性液体，以此来证实二舅对他实施的不轨。二舅没有辩驳的证据，最后名声扫地，被学校赶出去不说，还被指控猥亵妇女的罪名判好几年。二舅受不了这种屈辱，最后在监狱里割腕自杀，真是可惜了一代天才就此陨落。乔云山听到这里的时候，脸色已经发白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学术生涯竟然会断送在这种不起眼的小事情上面。他前段时间去收了一个女研究生，这个研究生来自贫困山区，他觉得这个女学生极有天赋且愿意在学习上吃苦，所以想要扶持她一把，却没想到她居然恩将仇报，把自己未来害得这么惨。说到底也是二舅过于醉心学术，没有观察身边人的动向。红豆想到这里，神情不免有些惋惜。不过这个女研究生一开始并没有这么坏，只是企图心强了点，后来也是被坏人引导才变成那样的。说到底都是造化弄人，如果二舅能够在教授他人知识的前提下，再多教教他做人的道理，也许两个人的命运都会发生不同的转变。顿时乔云山神色凝重，姐，我想起我实验室还有些事情，我要先回学校一趟。乔云暖有些不放心他，乔云山是个醉心学术的人，一直都是他们家当之无愧的学神，只是这样的人太过于追求真理，以至于做人有些刚正不阿，说话做事有时候不够圆滑。想到刚刚红豆的那些心声，乔云暖就有些脊背发寒。这些事情如果是处理得好，那日后乔云山的未来可谓是一片大好，但若是处理不好，很有可能所有的灾难都会提前。毕竟据他所知，这个研究生已经跟着有小半年了，如果现在对方生了不好的心思，很有可能会提前反咬他一口。于是乔云暖说道，我跟你一起去学校一趟，我想起来前段时间你们校长想和我聊聊你们学校实验室的一些项目，正好我待会有空去见见他。乔云山当然明白乔云暖的心思，随后他便带着母女二人驱车前往工作单位。乔云山是京大的教授，更是京大最年轻最帅气的教授之一。京大的校园树洞里经常有无数匿名的学子表达对乔云山的爱慕之情，但是乔云山这么多年能够做到在各种暧昧的信息中片叶不沾身，是和他严肃的学术态度有关。